杀害杰诺斯家人的仇敌终于出现，世界再一次迎来毁灭的危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本期我们接着来看《一拳超人》原作版的故事。上回说到，金属球棒和纽凯尔斯幕后指挥官的一番争吵，再次点出了两个英雄组织间的矛盾。一心为了世界和平着想的布鲁，决定去找奇遇来当中间人，好好聊一聊。而与此同时，在城市某处，原本实力弱小的无证骑士，在穿上纽凯尔斯替他特制的战斗服后，竟一拳秒杀了鬼奇怪人，实力得到了质的飞跃。此次事件也彻底轰动了整个英雄界。无证骑士凭借战斗服一拳杀鬼的战绩登上了每日新闻的板块头条，瞬间让很多像无证骑士一样实力弱小的英雄决定跳槽到 New Heroes。英雄协会总部的公寓楼里，邻居三人组正围坐在一块儿，也正讨论着这件事儿。一个接一个的跳槽了呢，这样下去恐怕一半的人都会离开英雄协会吧。所以你们也是打算过去吗？你呢？前两天我见到 New Heroes 的领袖 Blue 了，怎么样？很年轻，才16岁，真是难以置信啊！感觉是个很努力的人，拼命执行着英雄活动，想成为自己理想中真正的英雄。真正的英雄吗？ C 级和 B 级英雄能凭借高科技装备实力达到 A 级以上，这的确很不错。想要跳槽我也不反对，但我们可是认识了奇遇这个货真价实的英雄啊，多少对假货有些敏感呐。我懂，如今对那快餐式的强大和不相符的高待遇，不会盲目的扑上去了。这心态的变化我自己都很吃惊，因为那家伙的影响好像多了些奇怪的美学。因为奇遇，三人意见达成了统一，决定留在英雄协会，努力成为像奇遇一样货真价实的英雄。与此同时，英雄协会一边正召开着紧急会议，为手下英雄们频繁跳槽一事伤透了脑筋。想要打破这个劣势，掌握手下 S 英雄的动向非常重要。有人突然提到，僵尸男到现在都联系不上，该不会被怪人干掉了吧？自从怪邪事件结束后，僵尸男就在进化之家遭遇废人的折磨，浑身上下都在飙血。基诺斯博士正冲他说着：“66号，哦不，僵尸男，症状逐渐稳定下来了，差不多该进入实战了。”僵尸男喘着气说道：“这样也叫稳定下来了吗？”然后话音刚落，就传来沉重的脚步声。接下来你的对手可是这家伙，可别被杀了哟。没错，那副熟悉的身躯正是曾打爆了杰诺斯后被奇遇一拳打飞的独角仙。第二天，在异世出现了一只鬼奇怪人，是尸斑马。挡在他身前的是 A 级第5位英雄重坦克兜裆布，眼看这快顶不住了，几道刀痕闪过，前来支援的英雄正是驱动骑士。这斑马怪人遭受了斩击，并没有倒下，转头就冲驱动骑士挥来了拳头。没等驱动骑士动手，斑马就被一炮轰碎。原来是杰诺斯赶到了。街边的人群见到是2位 S 英雄来了，都放下心来欢呼喝彩。然而重坦克却告知两人，刚才那斑马并不是最后一只，源头在动物公园里，草食动物怪人化后夺取了霸权，在肆意破坏，让他们赶紧去帮忙。瞅了眼身后的杰诺斯，驱动骑士问起杰诺斯要不要跟他一块过去。话音刚落，他手上的黑色刀具破裂开，很快便拼凑成了那标志性的黑色武器箱。杰诺斯还是头一次见到这变形过程，驱动骑士倒是不在意的表示，对这个感兴趣的话，告诉你也无妨，这便是我的武器，战术变形。只见黑箱子轰的一声破碎开，细小的碎块全都合拢在其身下。这是他展示的第一个战术变形——跪马。速度得到飙升的他，眨眼间就消失在街头，很快便来到了动物公园。面对速度型的怪人食人鹿，跪马前他的速度丝毫不落下风。追上怪人后，再次战术变形，变成了此前的刀具形态，迎一刀将怪人切成2半。看完全身的杰诺斯算是明白了，这是根据战况来改变战斗方式。驱动骑士点点头，接着将所有战术形态都告诉了杰诺斯。平时的普通形态名为步，能切碎敌人的营；立体移动的跪马，不只是嘴上介绍，还特别通过对不同特征的动物怪人进行线上讲解。速度型的香车，力量型的脚，发热型的筋，飞天型的飞车。形态介绍完的同时，动物怪人也全都解决完了。对此，杰诺斯在心里评价道：“是泛用性极强的战斗性能，把重点都放在了外部零件上的变形改造人，果然和他一样放弃做人了。”就在这时，两人突然感知到有很强的能量反应，是 BOSS 级的怪人出现了。果然是一只怪人化的兔子，顶点兔，灾害等级龙级。相对于两人是体型巨大，杰诺斯很快便做出了对策，由他来正面吸引注意，驱动骑士去寻找怪人要害。虽然是第一次合作，但相信不错的他们很轻松便将这龙级怪人给解决了。这时候，驱动骑士才向杰诺斯竟主动来见他，表示很意外和惊喜。
杰诺斯从怪人躯体上落下，不苟言笑地问道：“驱动骑士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之前你告诉我，金属骑士是敌人。”驱动骑士愣了片刻，回应道：“我本来就不认为你会相信我的话，但看来对你还是形成了一些牵制作用啊。我是为了不让杰诺斯接近威胁的金属骑士，他会从别人那里夺取军事技术。你的焚烧炮和强化肌肉纤维、人工神经以及动力核心的，我担心要是落入他的手里就麻烦了。让你需要戒备到这个地步，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驱动骑士震慑道：“ S 英雄金属骑士，他的远程操纵者是疯狂科学家波佛伊博士，简单形容就是邪恶。表面上伪装成有正义感的英雄，进入英雄协会内部。现在军事防御大部分都是由他的系统在控制，可以说英雄协会已经被他掌控了。作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说，他无可挑剔，但他缺乏伦理道德观，只会通过数字来判断失误，和没有心灵的机器一样。”说到这儿，他问起杰诺斯有没有听说过协会有建设怪人收容所一事。杰诺斯点了点头，他接着说道：“这怪人收容所表面上是为了抑制怪人的暴走，寻找让怪人改变的设施，但实际目的是对怪人进行洗脑改造，并进行人工繁殖，组成军队后服从波佛伊命令的生物兵器。最近怪人频出的现象，你认为和金属骑士有关吗？我怀疑这其中混杂着他操纵的怪人。他的阴谋还不止这些，在和有危险思想的人接触后，凭借自己的科学技术赋予对方力量，并以实现对方野心为诱饵，让其随心所欲的大闹一番，同时成为对他有利的棋子。他无时无刻不在对社会造成混乱，让英雄协会、警察等治安单位分身乏术。他一直在等待着人类毫无抵抗的时机，企图征服世界，就像在玩沙堆游戏，先把一切都破坏掉，再重新构造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新世界。那如果金属骑士是幕后黑手，协会对真相究竟了解到什么地步呢？别说是放任他，协会甚至都在依赖他的兵器和系统。这些情报都是我自己调查的，并没有告知协会，因为上层干部中绝对有那家伙的人，所以我不相信任何人，还是一个人行动比较好。杰诺斯问道：“那为何这会儿又告诉他呢？”驱动骑士直言道：“因为杰诺斯和他处境相同，有着共同的仇敌。我故乡的村庄也是被他的沙洛兵器摧毁了，和袭击你城市和家人的是同一个体。”话谈到这儿，杰诺斯是彻底傻眼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苦苦追寻的仇敌疯狂改造人竟然近在咫尺。驱动骑士接着说道：“无差别将周遭事物彻底破坏的暴走改造人，是波佛伊博士经过多次兵器实验后造出的自律性破坏兵器之一。他的黑箱子武器便是将这些改造人破坏后回收零件自行打造的。而杰诺斯称之为疯狂改造人的家伙，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出现呢？估计是被波佛伊作为杀手锏藏起来了。”话说的一半时，杰诺斯已经脸色铁青。驱逐骑士还告诉他，金属骑士很快就会展开行动，有强化怪人造成混乱时，出动改造人兵团控制整个世界。这也正是他们的最好时机。他在趁那之前提前攻过去，询问杰诺斯愿不愿意和他合作。近些年，他已经将波佛伊的根据地锁定到3处了，但他也已经被波佛伊察觉到了，所以显然还没有被怀疑的杰诺斯去进行最后3处根据地的调查。杰诺斯此刻满脑子都是仇敌，问起那疯狂改造人是不是就潜伏在那根据地里。驱动骑士分析道，毕竟是 S 级别的战斗，在现场遭遇怪人很可能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战斗，既然是调查，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再前往。另外，这个节骨眼，闪过的 Flash 和战地的龙卷正好有事外出，也姑且将其认为是波佛伊设下的圈套。既然他们都抽不开身，就只有他俩去行动了。杰诺斯低着头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驱动骑士接着补充道，还有一点是新英雄组织 New Heroes 的出现，是那家伙没有料到的。要是没有他们积极的消灭怪人，恐怕现在城市里早已混乱不堪了。趁着怪人有人处理的这段时间，他们俩就能……两人说了半天，才发现杰诺斯神色不太对劲。杰诺斯愣了片刻，才缓缓抬起头。驱逐骑士，得稍微等一下，我刚刚太过激动，身体差点就不受控制了，我没办法立刻去答应和你合作。我也有信任的人，需要先和他们商量一下再决定，可以吗？当然，你能这么冷静，我很放心。我的真名是 Zero， 后会有期。和驱动骑士的谈话关乎着他的仇敌，也关乎着世界命运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要告诉奇遇老师。好了，
到这就是《一拳杀人》原作版第25篇的全部内容了。从漫画开篇就埋下的伏笔，杀害杰诺斯家人的仇敌终于是曝光了。当然，也不排除驱动骑士在说谎，但种种迹象几乎都坐实了。金属骑士便是幕后的反派大 boss。要是真如驱动骑士所言，那遭到杀害的可不只有杰诺斯的家人，还有驱动骑士的家人以及更多人。这样的话，和上面的大 boss 饿狼就有本质上的区别了。毕竟这饿狼虽然嘴上倔，但杀人放火的事可没真干过。要是情况属实，并且让奇遇也知道了，那波夫一的下场可想而知。好了，那么喜欢该系列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秦，我们下期见。